川普回来了，带着他那句标志性的口号：钻紧，宝贝，钻紧 drill baby drill， 在竞选集会上振臂高呼，誓言要让美国重新成为能源霸主，用廉价石油击碎通胀枷锁，复兴本土制造业。镜头扫过狂热的支持者，华尔街的能源股应声暴涨，仿佛一场属于传统能源的狂欢已然开启。但就在这份喧嚣背后，另一组画面形成了尖锐的对比。中国长三角的光伏组件工厂里，自动化生产线24小时无间断运转，黑灯车间内只有机械臂精准作业。宁德时代的电池生产基地中，每一秒都有新的动力电池下线，即将运往全球各地的新能源车企，一旧一新、一黑一绿的场景碰撞，预示着一场关乎全球工业未来的暗战已然打响。当川普痴迷于挖掘地下的旧能源时，中国的一项全球霸权已经悄然合围，让整个G7集团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这不仅仅是能源之争，更是一场关于全球工业底座的调包计，用绿色能源产业链替换传统化石能源体系，用制造业优势重构全球能源定价权。川普最担心的那件事终究还是发生了。要读懂这场博弈的核心，首先得拆解川普的石油算盘。在这位商人出身的政客眼中，石油是解决美国经济困境的万能钥匙，其政策逻辑看似简单，却极具迷惑性。控制了油价，就控制了通胀的核心源，头压制住通胀，就能维持美元的全球吸引力，倒逼国际资本回流美国，资本回流叠加廉价能源，就能降低本土制造业成本，让流失的工厂重新扎根美国。这一逻辑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经济格局中似乎屡试不爽。毕竟石油作为工业的血液，其价格波动直接牵动着全球产业链的每一根神经。川普坚信，只要美国实现能源自给自足，甚至成为全球主要石油出口国，就能重新掌握全球经济的主导权，复刻美国在20世纪的能源霸权荣光。但这套看似完美的政策，实则陷入了致命的时代误区。它忽视了能源载体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革，误将20世纪的解题思路套用到了21世纪的考题上。石油诚然是过去100年全球工业的核心驱动力，但在能源转型的浪潮下，它的属性正在悄然改变，从高附加值的战略资源逐渐沦为低毛利的初级大众商品。随着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石油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持续下滑。国际能源署 IEA 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石油消费占比已降至 38%， 较2010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更关键的是，石油的产业链溢价空间正在被不断压缩。传统石油开采炼化行业的平均毛利率已降至 15% 以下，远低于新能源产业 30% 以上的行业均值。川普强行推动美国向石油出口国转型，本质上是让美国放弃了高端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沦为靠出售初级资源获利的国家。这与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伟大从来不是靠卖资源实现的，而是靠掌握产业链顶端的技术与标准。与川普沉迷于旧能源的迷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正在构建的全产业链绿色能源霸权。这种霸权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霸权，而是基于制造业优势形成的产业链掌控力，渗透在光伏、锂电、新能源汽车、稀土加工等每一个绿色能源核心环节。中国真正掌握的从来不是能源本身，而是制造能源的能力。当其他国家还在争夺地下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时，中国已经通过技术迭代与产能扩张，
将能源变成了一种可规模化生产、可精准定价的工业制成品，从而牢牢握住了全球能源格局的话语权。稀土加工领域的垄断地位，正是这种霸权的第一道防线。稀土作为新能源产业高端制造业的核心战略材料，无论是动力电池、永磁电机，还是光伏逆变器、风电轴承，都离不开稀土的支撑。而中国掌控了全球90%以上的稀土精炼产能，其中重稀土精炼份额更是高达95%以上。这意味着，即便其他国家拥有稀土矿产资源，也必须将原矿运往中国进行精炼加工，才能转化为可用的工业材料。中国不仅掌握着加工环节的绝对优势，还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升稀土的利用效率，制定稀土产品的行业标准，将稀土的战略价值发挥到极致。这种资源在外、加工在内的格局，让中国在稀土领域拥有了无可替代的定价权。任何想要发展绿色能源产业的国家，都无法绕开中国的稀土供应链。动力电池领域的标准制定权，则是中国绿色霸权的核心支柱。宁德时代与比亚迪作为全球动力电池行业的两大巨头，合计占据全球75%以上的市场份额。其中宁德时代在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中占比超过40%，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更重要的是，这两家企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卖电池模式，成为全球动力电池标准的制定者。宁德时代牵头制定了动力电池的快充协议、安全标准、回收体系，比亚迪则在刀片电池、磷酸铁锂技术路线上形成了独特的技术标准。这些标准正在被全球越来越多的车企采纳。当一家企业的技术标准成为行业通用标准时，就意味着它掌握了产业链的议价权与话语权。全球车企想要使用符合标准的动力电池，就必须接受中国企业的定价与合作条件。这也让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占据了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特高压输电技术 UAV 的突破，则让中国实现了清洁能源的大规模廉价化，为绿色能源霸权提供了底层支撑。清洁能源的最大痛点的是地域分布不均，储能成本高，远距离输送损耗大，而特高压输电技术完美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国是全球唯一掌握特高压交直流全套技术，实现大规模商业化运营的国家，建成了西电东送、北电南供的特高压骨干网架，将西北的风电、光伏资源、西南的水电资源高效输送到东部复合中心。特高压技术让清洁能源的输送损耗降至5%以下，大幅降低了清洁能源的终端使用成本，使得光伏发电、风电在部分地区的度电成本低于火电，彻底打破了传统化石能源的成本优势。这种技术优势不仅让中国自身的清洁能源渗透率快速提升，还通过技术输出、项目合作，将中国的特高压标准推向全球，成为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的核心技术支撑。从稀土加工到动力电池，从特高压输电到光伏组件，中国构建了一条从上游原材料加工、中游核心设备制造到下游终端产品应用的完整绿色能源产业链，形成了技术加产能加标准的三重壁垒。当能源从一种天然存在的资源变成一种需要复杂工业流程制造的产品时，掌握了制造业优势的中国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了全球能源定价权。这种定价权不是靠武力胁迫，而是靠无可替代的产业链能力。你可以不买中国的石油，但你无法不买中国的动力电池、光伏组件、稀土材料，因为没有这些产品，就无法发展绿色能源产业，就会在全球工业升级中被淘汰。正是这种无可替代的产业链掌控力，让G7集团陷入了
进退两难的困境，最终选择了集体沉默。在川普高呼回归化石能源，要求盟友同步放弃气候目标时，作为美国核心盟友的德国、日本、法国等G7国家，既没有公开支持，也没有明确反对，只是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这种沉默的背后，是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的激烈博弈，是现实利益与战略捆绑的无奈妥协。而德国和日本的处境尤为尴尬。德国的焦虑源于其引以为傲的汽车工业。德国汽车产业拥有奔驰、宝马、奥迪等全球知名品牌，积累了数十年的内燃机技术优势，是德国经济的支柱产业，直接或间接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但在新能源汽车浪潮下，德国汽车工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新能源汽车凭借性价比优势、技术优势，不仅快速抢占中国本土市场，还大举进军欧洲市场。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欧洲市场的份额已突破 25%， 对德国本土车企形成了直接冲击。如果德国跟随川普放弃电动化，回归化石能源，就意味着要放弃数十年的汽车工业转型成果，让积累的技术优势彻底作废，沦为美国的加油。战后花园，失去在未来全球汽车产业中的话语权。但如果坚持电动化转型，就必须依赖中国的动力电池、稀土材料供应链。一旦与中国脱钩，德国车企的生产将陷入停滞，工业通胀水平可能飙升 30%、-50%。这对本就面临经济复苏压力的德国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日本的纠结则在于其技术路线的压注与供应链的依赖。日本在新能源领域选择了氢能、固态电池的技术路线，试图绕开动力电池的竞争，构建新的技术壁垒。但无论是氢能燃料电池还是固态电池，都离不开稀土材料的支撑。氢能燃料电池的催化剂需要铂、氡等稀土元素，固态电池的电解质材料需要锂、钴等资源，而这些材料的精炼加工几乎全部依赖中国。日本虽然在稀土开采、电池研发领域有一定技术积累，但缺乏完整的产业链配套能力，无法实现稀土材料的自主供应，也无法替代中国在动力电池领域的产能优势。如果跟随美国放弃气候目标，日本的氢能、固态电池技术将失去商业化应用的场景。前期的巨额研发投入付诸东流，如果坚持技术路线，就必须与中国保持供应链合作，这又会遭到美国的政治施压与制裁威胁，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G7集体沉默的真相，在于他们都清醒地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离开了中国的绿色能源供应链，G7国家根本无法实现任何实质性的工业升级。无论是德国的汽车工业、日本的电子制造业，还是法国的航空航天产业，都离不开中国的稀土材料、动力电池、光伏组件等核心产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测算显示，如果G7国家强行与中国在绿色能源供应链上脱钩，其工业生产成本将平均上升 40%， 通胀水平持续高位运行，经济复苏进程将被彻底打断。在选票与利润、战略忠诚与经济利益的权衡中， G7国家最终选择了战术性沉默，表面上迎合美国的战略诉求，私下里却加速与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德国大众、宝马等车企纷纷加大在华新能源汽车产能布局。日本丰田、本田与中国电池企业建立合资公司，本质上都是对中国绿色供应链的无法拒绝。G7的沉默恰恰印证了川普内心最深处的恐惧：脱钩后的反噬，以及美元霸权根基的动摇。川普的所有能源政策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美元的全球霸权，
而美元霸权的核心支柱是过去50年形成的石油美元体系。1974年，美国与沙特达成协议，将全球石油贸易的结算货币锁定为美元，形成了石油、美元、美债的闭环循环。各国为了购买石油，必须储备大量美元，这些美元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回流美国，为美国的债务与消费提供资金支撑。这一体系让美元成为全球核心储备货币，让美国拥有了印钞收割全球的特权。川普坚信，只要美国实现能源自给自足，成为全球石油出口国，就能牢牢守住石油美元体系，稳住美元霸权。但他算漏了最关键的一点，能源的载体正在从液体变成金属和电。全球能源格局正在从石油时代迈向电能时代，而石油美元体系的护城河正在被绿色能源革命悄然瓦解。这一反直觉的趋势才是美国精英层真正的恐惧所在。如果未来世界进入电能时代 （Electrodollar）， 而这个时代的核心硬件动力电池、光伏组件、特高压设备全部由中国供应，那么美元的根基就会彻底动摇。从燃料到材料的转变，彻底改写了能源博弈的规则。石油作为一种燃料，具有消耗性、即时性的特点，烧了就没了，各国必须持续购买，这为石油美元提供了天然的需求基础。而光伏面板、动力电池、风电设备等绿色能源产品是具有长期使用价值的工业设备，安装一次可以稳定产生20年以上的能源，无需持续购买。这意味着未来的能源博弈不再是看谁地底下的石油储量多，而是看谁的绿色能源设备制造能力强，成本控制能力优。中国凭借全产业链优势，将光伏组件的价格从2010年的每瓦2美元以上降至2025年的每瓦 0.18 美元，将动力电池的价格从每千瓦时1000美元降至每千瓦时80美元。这种极致的降本能力让中国的绿色能源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具备了绝对竞争力，也让全球能源消费的重心从持续购买石油转向一次性购买绿色设备。这种转变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元与能源的解绑。当全球对石油的需求持续下降，石油美元的需求基础就会逐渐萎缩。当各国购买绿色能源设备的资金大量流向中国的产业链企业，美元的全球储备需求就会被削弱。更关键的是，沙特、阿联酋等传统产油国也在悄然转变。他们发现，未来的全球财富流向不再是石油出口，而是绿色能源产业链。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设备进口国，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与中国合作，才能抓住能源转型的红利。沙特阿美加大对中国光伏、风电项目的投资，阿联酋与中国合作建设全球最大的绿氢项目，本质上都是对石油美元体系的隐性背离。当产油国都开始拥抱绿色能源，与中国深化合作时，石油美元的护城河就会彻底塌方，美元霸权的根基也就不复存在。川普的噩梦正在于此，他拼命修补的是20世纪的城墙石油美元，而中国已经在21世纪的战场上布满了无人机绿色产业供应链。他试图用石油重新绑定全球经济，却忽视了全球能源格局的根本性变革。他想要通过脱钩遏制中国，却没想到脱钩反而会加速美元霸权的瓦解。这种时代认知的错位，让他的所有政策都陷入了南辕北辙的困境。越是推动石油出口，越是加速全球能源转型的步伐，越是逼迫盟友去中国化，越是凸显中国供应链的不可替代性。极其的集体沉默，本质上是一场无法拒绝的交易。
在经济利益与政治压力的权衡中，所有国家都选择了向现实低头。德国为了保住汽车工业的竞争力，不得不持续与中国深化新能源合作。即便面临美国的制裁威胁，日本为了推进氢能、固态电池技术的商业化，不得不依赖中国的稀土供应链，私下里与中国企业开展技术协作。法国、意大利等国则通过引进中国的光伏特高压技术，加速本国的能源转型，降低能源进口成本。这些战术性合作的背后，是全球产业链格局的不可逆变化。中国已经成为绿色能源产业的世界工厂，成为全球工业升级的核心动力源。任何国家都无法脱离中国供应链而独立发展。更值得关注的是，G7国家的沉默正在演变为一种隐性的阵营分化。美国试图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化石能源阵营，而德国、日本等G7国家则在悄悄向绿色能源阵营靠拢，形成了表面一致、内里分化的地缘政治格局。这种分化的核心是能源利益的重构。过去G7国家围绕石油美元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而现在呢，绿色能源革命让各国的利益诉求产生了根本分歧。美国想要维护旧秩序，而其他G7国家想要抓住新机遇。这种分歧只会随着能源转型的深入而不断扩大。回望这场博弈，谁才是最后的赢家？答案早已藏在时代趋势的浪潮中。川普想用旧能源换回美国的伟大，这在短期内或许能让美股的能源板块回血，能让美国的通胀水平得到暂时缓解，能赢得部分选民的支持。但从长期地缘财经来看，这无疑是一种战略短视，反而给了中国发展绿色能源产业的黄金10年。当美国沉迷于挖掘地下的石油资源，纠结于短期的经济数据时，中国已经完成了对天空、光伏、风电和地表新能源汽车、储能设备的能源收割，构建了不可替代的全产业链优势，掌握了下一代工业的操作系统和度量衡。川普真的看不出这个局吗？或许他看出了，但他根本无法回头。美国的产业结构已经深度去工业化，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仅为 11% 左右，缺乏完整的绿色能源产业链配套，熟练的产业工人储备不足，基础设施老化严重。想要在短期内重构绿色能源产业链，需要投入数万亿美元的资金，这对于背负着34万亿美元巨额债务的美国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关键的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其政策缺乏连续性，能源政策随着政党轮换而反复摇摆，无法像中国一样制定长期的产业规划并坚定执行。这种产业结构与政治体制的局限性，让美国陷入了想转型却无力转型的困境。这才是最让华盛顿感到无力的地方。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这场全球能源博弈绝非遥远的地缘政治事件，而是深刻影响每个人财富命运的财富重构机遇。在旧能源与新能源的交替浪潮中，在美元霸权与绿色霸权的博弈中，只有找准趋势，规避风险，才能守住并增长自己的财富。结合这场博弈的核心逻辑，我们给出3条具体的财经避险指南，帮你在时代变局中把握确定性。第一，拥抱金属替代石油逻辑，布局电能金属的长期机遇。随着全球能源格局从石油时代迈向电能时代，铜、锂、镍、钴、稀土等电能金属将取代石油成为未来的黑色黄金。铜是光伏、风电、特高压设备的核心材料，锂、镍、钴是动力电池的关键原料，稀土是永磁电机、新能源设备的核心组件。这些金属的需求将随着绿色能源产业的爆发
而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30年全球锂需求将达到2025年的3倍，铜需求将增长40%，稀土需求将增长50%以上。投资者可以通过配置相关金属期货、矿业公司股票、新能源金属 ETF 等方式分享这一长期趋势的红利，同时规避传统石油、煤炭等旧能源资产的长期贬值风险。第二，警惕传统车企的估值陷阱，远离未完成电能转型的老牌大厂。在新能源汽车的冲击下，传统燃油车企正面临着柯达时刻，就像数码相机颠覆胶卷行业一样，新能源汽车将彻底颠覆传统燃油车行业。那些未能及时完成转型的老牌车企，可能会在未来5年内面临市场份额大幅萎缩、盈利能力持续下滑的困境。目前，全球已有多个国家宣布了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欧洲计划2035年禁售燃油车，中国计划2035年起新售车辆全部为新能源汽车。这意味着传统燃油车的市场空间将持续压缩。投资者应警惕那些转型迟缓、过度依赖燃油车业务的传统车企，即便其股价短期反弹，也难以改变长期衰退的趋势。可以重点关注那些转型坚决、在新能源领域有核心技术的车企，以及上游动力电池、核心零部件企业。第三，配置地缘避险资产，把握黄金的战略价值提升机遇。随着石油美元体系的松动，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面临挑战，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持续上升。黄金作为不依赖任何国家信用的硬资产，其战略避险价值将持续抬升。过去几十年，黄金的价格波动与美元强弱、地缘政治风险密切相关，而未来随着美元霸权的弱化、全球能源博弈的加剧、地缘政治格局的分化，黄金将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长期价格走势值得期待。投资者可以将黄金作为资产组合的压舱石，配置一定比例的实物黄金、黄金 ETF， 对冲美元贬值、地缘冲突、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守护财富的安全性。这场全球能源博弈的本质是新旧时代的交替，是产业链话语权的重构，是财富分配规则的改写。川普的石油迷局注定只是旧时代的回光返照，而中国的绿色合为正在开启一个全新的工业时代。G7的集体沉默恰恰印证了时代趋势的不可阻挡。没有人能逆时代潮流而动，也没有人能脱离产业链的现实。对于每一个普通人而言，认清趋势，顺应趋势，在旧能源的衰退中规避风险，在新能源的崛起中把握机遇，才能在这场全球财富重构中站稳脚跟，实现长期的财富增长。未来10年，全球能源格局将持续重构，美元霸权将逐步弱化，中国的绿色能源产业链优势将进一步巩固，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博弈将更加复杂。但无论博弈如何激烈，有一点是确定的，绿色能源是时代的必然趋势。制造业是全球竞争的核心，掌握了核心技术与产业链优势的国家，才能在未来的全球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对于投资者而言，只有紧跟趋势、敬畏趋势，才能在变局中守住财富，在时代中实现成长。